上世宗庙，下济后世，依从古礼，成就契约。自今日始，夫妇一体同心，生死不移。新人行礼，一拜天地神庙，此为诸礼之本。拜。二拜父母高堂，以明宗族之礼。等等。姨娘，你坐那儿。万万不可！我不是范家主母，礼法上做不得。礼法不认，我认。来吧，坐。二拜父母高堂，以明宗族之礼，合体同亲。起。夫妻交拜。拜。起。自此夫妻交拜，契约已成。瞧瞧，还真不少啊！嘿，跟咱庙会似的。奉天承运皇帝诏曰：范林联姻，家室天成，手书一副，以为祝奠，钦此。婉儿，哎，你出来，啊，别躲床底下了，都听见了。思哲，哎，嫂子，哎，早生贵子，早生贵子。这些个封建陋习，回头我揍他一顿。哦，这一天呐，我就想着一件事儿，什么事儿？我想见见你。我今天还没见过你呢。谁呀？大宝啊，大宝啊，你回去吧。小贤贤，我跟那个小东西不一样，我看完你跟婉儿亲亲以后，我就回去了。大宝听话，赶紧回屋。当心你的红果被别人偷走了。
我的红果呀！小东西，小东西，小东西！这一晚上这么忙的吗？什么？没什么，婉儿，对不起啊，我得出去一趟，很快回来。回来我跟你解释。哦。说，这么长时间了，你去哪儿了？和苦荷打了一架。我知道，为了我。除了打架，我还问了一些当年的事。我忘了很多事，我想记起来。苦荷怎么说？小姐的事，她不愿提。我娘来自神庙。神庙？啊，苦荷他们当年一路北上，亲眼见到我娘自神庙而出。说，你说会不会你也是出自神庙？神庙？我想不起来。没关系，我陪你北上，咱们一起找。等找到神庙，没准你就能想起来。去不了。为什么？你成亲了。那也不冲突啊，成亲了可以和婉儿一起去。说，刚才拜长辈的时候，我就在想，要是你在，我跟婉儿得一起拜你。你为何不问问我？和苦荷一战之后，我去了哪里？你去了哪儿？我去了南边。当年我和小姐一起去过江南，我想把我们曾经走过的路再走一遍，试着找回遗失的过去。有结果吗？没有。江南死了很多人。我听说了。我没动手。那就不是你啊。那是有人要陷害你。顺着这个思路往下想，第一，考虑谁陷害你能得到好处；第二，要知道你南下的行程；第三，可只能是我。为什么？我暗中查过死者，出手之人，宗师手段。那就是4大宗师之中有人要陷害你，是不是四姑剑？杀人者没用真气。宗师手段，没有真气。放眼天下，舍我其谁？可是你说了，你没动手。是，我记得自己没动手。那就足够了。记忆丢失，有第一次，就可能会有第二次。我不能相信自己。范闲，我在。按道理讲，我不该再见你。哪有这种道理？我遗落过去，前世难寻。如今在这世上，我只有一个目的，就是保护你。若我失控会伤害你，我就会立刻远离，从此再也不出现在你身边。说你不能丢下我。你看清楚。看清楚什么？我看不见。这上面有血吗？没有。如果我记忆扭曲，遗忘过去，现实总该留下痕迹。我看得很仔细，这上面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丝血迹。这一路上，我一直没让它沾水。那就说明不是你。记忆不再可信，现实不再可信，我连自己都不能相信。如今我出现在这里，因为我相信你。说，你永远可以相信我。好。
我该走了。去哪儿？你别又跟我儿失踪了。我暂时不离开京都。那咱们说好了。你成亲了，从今以后有自己的家人，你还需要我吗？我永远需要你啊！没有永远。是，没有永远。但我这一生，你不能缺席。大婚之后，你带上小姐留给你的箱子，去苍山住一段。苍山？那人是谁呀？武周叔，我的长辈。怎么也不进来坐坐？他性格就这么怪。你怎么自己摘了？刚才吓一跳，担心你出事儿。对不起啊，大婚的日子弄得乱糟糟的。咱们再来一次。这样也很好。今晚给你的必须最完美。相信我。我从小在宫里生活，父亲与母亲不便探望。每到晚上，我会一个人住在一个很大的房间里。从那个时候起，我就特别喜欢看星空，因为除了星空，也没有什么可看的了。刚才对拜的时候，总觉得差点不完美。为什么？堂上只有我爹和柳姨娘，少了你独有的见证。我爹娘没法来，没事的。可星空一直在啊。你说的话，我都记着。你送我的这片星空，它一直都在。他看过你的孤独，也该看着你幸福。从今往后，你再也不是一个人了。戒指，这是做什么？我自己做的，新婚良人以此为凭，共许余生。这是哪里的说法？我记忆中那个世界。回头，我把我那些记忆都说给你听，好不好？来，给你口袋。对，就无名指。这契约就定了。星空见证，往后余生再不多行。我喜欢这约定。
读书是跟你从小一起长大的，从儋州到京都，那应该有很多故事吧？我读书的故事，我慢慢为你讲。今天不是说故事的时候。那应该做什么？好问题。没想到北齐圣女要保护一个晋国人。晋国人杀晋国人，齐国人凑个热闹。凑热闹是吧？凑热闹。能与北齐圣女一战，也不枉费我一生祈祷。渔民上钩收什么竿啊？这谁呀？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怪不得老师不带师娘来江南。哦，说错了，老师肯定问心无愧。您这嘴啊，还是要学学分清楚啊。这位姑娘是北齐圣女海棠朵朵。伸个脑袋跟那看什么呢？啊，我看这江南好风光啊！我先跟你们说清楚啊，这事儿跟我没关系。我也好奇，她为什么出现在这儿。要不我陪你鱼竿？北齐圣女踏足庆国，郊游不行吗？今日之事与你无关，让路。
早就想领教一下四部剑门下绝学，要不今天？影子大人，哎呀，飞那么高！九品以下都散了吧。散了散了。哎，您不能上去啊！哎呀，让开让开，上面人我都认识。哎！哎，自己人啊，姑娘请，我来蹭个饭行吗？请坐。这两位是？我们是小范大人的门生。哦，坐。干净的可以用。这菜看着挺精致，味儿也还行，量小了点儿。你来江南办事儿？不是你让我来的吗？这话怎么说啊？你写信跟我说要交流两国功法嘛，我知道你在江南，我都给你带过来了。等会儿啊。给。千一道心法，这不是北齐苦河的不传之秘吗？我确实给你写过信，想要交流功法，但我没想到你能亲自送到江南来。仗义，回头我也送你一本。送我什么呀？我的霸道真气啊！干嘛？你不说好的交流吗？有来有回。行。哎，这真是多谢你了啊！多久不见，变这么矫情了？不是，我知道这天一道心法到底有多珍贵，真没想到我这一封信你就把它给我了，咱俩这交情。听说你成亲了？啊？就当贺礼了。太贵重了吧？我也这么觉着。啊？我是舍不得啊，我老师让我送的。苦河大师让你把这给我？那不然呢？难道我给你偷来的呀？这大师随礼都这么重的吗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谁让你是叶青梅的儿子呀？我老师说了，这心法呢本来就是你娘的，现在算是物归原主。哪儿都有我娘。你命好。哎，刚才那边出手也得谢。这你谢不着我，那水里埋伏的那个影子才是你的杀手锏。哎，你是不是早知道那云之兰要来啊？别说云之兰了，连影子在江南我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？那太奇怪了。那水里埋伏的那位置也太巧了，怎么看也是有人泄露了秘密。我真不知道，我比你还困惑。算了，不关我事儿。吃啊！哎，你成亲之后过得怎么样？挺好的。那我就放心了。啊，司理里让我问的。哦，他过得怎么样？别问。司理里对他来说，不再问候才是最大的安慰。你还是研究一下，这是鸭肉还是鹅肉？你不认识啊？说这个啊，这不是鸡吗？盐水鸡是吧？好了，跑慢点，别摔着了啊！别跑了啊！
母亲，小范大人到了。哎呀，你怎么不早说呀？老身应该出门迎接才是啊。小范大人一个人来的？这江南再乱，明家总是安全的吧？明家誓死守护小范大人。哎，快去叫小范大人。小范大人。乖，我今儿没带糖，回头不给你们啊。快下去吧啊！母亲，您这儿还没完事儿呢。啊，再磕2个头就礼成了。大人请坐，我先陪大人聊会儿。这是哪一出啊？啊，过继之力。过继？是啊，他是我的同族，说来也算是我的堂弟呢。今日过继到母亲堂下，从此以后，堂弟变成了亲弟弟，更进了一层。他也算是幸运啊，有小范大人管理，说出去啊，光宗耀祖啊。请用茶。行了行了，礼成了，别磕了。来，起来吧，来，拿着。哎呀，从今往后，你我就是亲兄弟了。我这个当大哥的，好歹要尽一份心意吧。我呀，年纪大了，没你想的周全。啊，些许小事，若劳烦母亲挂心，我这个家主不白当了吗？你看，母亲都发话了，哎，快拿着吧，孩子们也有。来，孩子们也有啊，快来。去吧。从此以后啊，我就是你们的大伯啊！以后我做主，我说了算，听见没有？来，每个人都有。谢谢大伯。啊，谢谢大伯。拿出去买糖吧，啊，去吧。母亲，家事已了，该正事了。你是家主，你决定就是。小范大人，请上座。哎，这既然礼都成了，还跪着干什么啊？今日码头明某答应过小范大人，天黑之前给你一个交代。大人，此人正是那个利欲熏心、私发悬赏令的凶犯。他，凶犯？哎，这不是你刚从堂弟变成了亲弟弟吗？动机呢？利欲熏心？八成是投名状吧。大人南下，动了别人的利益，他可能就是一个马前卒。动了明家的利益？明家哪配呀！大人，三大房隶属皇室，我们明家也就是一个帮忙当差的。所有的公房器械、人员主事，都是由转运司监管。即便是那些商贾买卖，真正的银钱，也都是要上交长公主殿下的。说句难听的，我们明家就是被养的看门的狗，牵狗的链子放在谁的手里，对于我们都一样。您说是不是？狗也会咬人，野狗才咬人。看门狗讲究的就是忠诚。
这样吧，大人，明某今日替明家表个态。大人奉旨南下，名正言顺，明家当全力促成大人收复三大房。家主的话，就是明家的话。好，好，好，这交代有了，立场也稳了，那这人怎么办呢？司发悬赏令，刺杀朝廷命官，死罪。小范大人，明家绝不徇私，就请大人对凶犯明正典刑。你们好歹让孩子先下去啊，这都看着呢。既然是凶犯，又何必要过继呢？他虽死罪，孩子毕竟无辜。过继我门下，他走了之后，这些孩子我都会当亲孙子孙女儿养着，他就不会死不瞑目。母亲宽厚仁慈，我若是他，定会瞑目的。小范大人，请吧。这是凶手，正是。利欲熏心，不错。你认罪了？认罪？认罪可就死了。请大人成全。我偏不成全。死不死的，查清楚再说。这人我带回府衙，仔细调查。哥，能不能让孩子先下去？你安心投案，配合彻查，别担心家里。孩子们我替你照顾，绝无意外。来几个人。押送府衙。小范大人来！原来是畏罪自尽呐！大人，你没事吧？没有溅到您身上血吧？血都让你挡着了，我见什么呀？啊？这要是洗不干净的话，就得扔了，换身新的。哎呀，太浪费了！你看这好好的一桌子菜。哦，大人，那这尸首你还要抬回去吗？这都畏罪自尽了，我要个尸体身上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就把我这个亲弟弟的尸体抬出去安葬，明某去就回。
范大人，大人筹银送灾民回家，叫人钦佩。此等善举，明家绝不能落于人后。待会儿再聊善举吧，这血都没擦干净。诸位乡亲，该说的也都说了。明家行善，刻不容缓。大家都干了吧，干了吧。家主，家主，大家都是自愿投效的乡亲们。是。怎么很多人看起来那么面熟啊？都是为了咱们明家。好，老伯，快请坐，快请坐。是的。辛苦了。明兴达替明家谢过诸位父老乡亲。人无信不立。诸位乡亲，我明家说话是算话的。这碗酒之后，你们的家人就是明家的家人。别的不敢说，只要明家还在，管保他们衣食无忧。乡亲们，往生再见！感谢家主。家主大恩大德。你要说的话很多，但吉时已到。诸位，一路走好。小范大人觉着干净了吧？事儿办得驾轻就熟，家里没少死人吧？大家族，生的多，死的也多，习惯了。
人数别弄错了。家主放心，加上您带来那个，正好一个都不差。后续都安排好了，都安排好了，他们都是自愿的。要不是数量有限，那想死的人多了。毕竟家人一旦被冥府收留，那可就是改了命了，是想都不敢想。赶紧装车，时间不等人。是，马上送到转运司。作孽呀！动作快一点啊！动作快一点。谢先生，您找我？我没找你啊。哈哈，谢先生啊，这个屋啊，要多开窗，勤通风啊。谢先生，坐呀。请。听说范闲来了。啊，是。老太君的意思，非要给他一个交代，说是悬赏令一事如不早日解决，我明家就会有灭门之祸呀。谢先生，不瞒你说，我已经劝过他了。名义上我是家主，可毕竟人微言轻啊，什么事儿都是家母说了算。令堂这话其实也没错。谢先生此言差矣啊！为人处事当光明磊落，岂能手鼠两端呢？我明家既然已经投效了长公主和二殿下，就不能再与范闲多来往。我们是要避嫌的。明家主心里记得这道理就好。时刻未报。先生放心，明家对范闲只是虚与委蛇。以我刚烈的性子，就算是把我们明家斩尽杀绝，我也不会给他好脸子看。倒也不用过于担心，我也给你透个底，2天之后就是范闲的死期。2天？此话何解？长公主登门访客，已然事成。那谁来杀范闲呢？别问太多，等结果就好。明白，明白。有您这句话，我就彻底放心了。这明家家主实在是太不用心了。那边刚刚死人，范大人肯定倒胃口，在这儿还是比较亲近些。大人筹银，行善积德，明家尽管困难，也愿捐银20万两，共襄盛举。哦，这江南第一大家也有困难？不瞒大人，明家受长公主所托，代理3大坊货品售卖，常年亏空。哎呀，我们明家呀，也不停地往你垫钱。这3大坊的货物可都是独家垄断，这也能亏钱？
垄断。垄断的意思就是独家所有，工艺守密。哦，只是天下奸商太多，价钱不好谈啊。这货源也越来越贵啊，这更何况你们都下去吧。这何况银钱入库，都得在长公主那儿过一手，所以这内库亏空，也是在所难免。老太君的意思是，长公主在其中谋取私利。这话老身可没说哟。明白，你什么都没说，我自己意会。哎呀，幸好大人来了，三大房终于有了希望。我还以为你们会帮着李云瑞拦我一手，会吗？大人怎么这么说呢？三大房又不是我们明家的，在谁手里，其实对我们都一样。大人江南之行，最怕夜长梦多。明日我就让清达带大人走一趟转运司，尽快交接。三大房顺理成章归于大人门下之后，就再无隐忧。说说看，你们想要什么？三大房在江南，总要有人代理吧？大人，您觉着呢？有意思啊！这生意做的年年赔钱，你们还抢着想接着做？为国效力，岂会在乎个人得失？明家能有今日，绝非侥幸。仰仗国运昌隆，也仰仗大人鸿福。好茶呀，好茶好茶。你怎么还不走？饭钱不会等急了？啊？哦，小范大人只是个过场，应付一下即可。再说，有家母在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啊，谢先生，请用茶呀。这怎么回事？哎呀，这是怎么了？天都被烧红了，你没看见吗？哎呀，这桥子走水了。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小范大人，出大事了！我让人去看了，好像是转运司起火了。内库转运司？正是。三大房库房所有器物，外带工房人员都在转运司呢。不过大人放心，我来通报之前，已经让明家上下尽数前去救火了。家主觉得这火谁放的？不会是人为的吧？毕竟烧了转运司，对谁都没有好处啊。哎呀，幸好我今晚在明家啊，
不然怕不是要怀疑明家放火呀？小范大人，明家就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也不敢做出这种事。我知道，当然不可能是明家放的了，毕竟我自己就是人证。不对，也不好说整个明家啊，毕竟家大人多，死的也多。不过最起码老太君和家主肯定是清白的。明某以信义起誓，无论如何，也要助大人查清真相。这火烧的夜都亮了。你说抱月楼不再是青楼了，老师以后开着它还图什么？老师想的比我们远。老师也没说这些女子该如何安排啊？没说，应该是想拿下三大房之后再说吧。昨晚那场火，听说了吧？战云寺烧成一片废墟，三大房没了。早不烧晚不烧，偏偏老师来了江南再烧，三大房没了，内库就撑不下去了，这也太巧了。我就不相信，能有这么巧的火。收这么忙？是啊。哎，还有，那圆梦在江南下落已然查明，接下来不抓吗？老师自有安排。有点高深。大人，我回来了啊！哎呦，这个晦气呀！我在这火场里边啊，转了一圈，这三大房的仓库啊，都烧尽了，什么也没留下。这火灾原因啊，不好查。人呢？都死了，但这尸体数啊，我查了，和三大房的人员数都能对得上，一个都没少。换句话说，就是一个活口都没留。这尸体啊，我也查了，我觉得啊，这里边有蹊跷。我一共查了2具尸体，这喉咙深处啊都没有烟尘，这说明啊，他是死后才烧的。但是呢，我怕打草惊蛇，所以呢，就只查了这2具。这火灾啊，一定不是什么意外。具体线索有吗？烧得很干净，什么都没留下，没什么线索。你觉得三大房意味着什么？内库，还有无尽的财富。那烧了三大房，对谁有好处？对谁都没好处。所以说这把火，烧的只不过是三大房的名字。您的意思是，这里边另有玄机？老王辛苦，守住后门。这把火要是真有蹊跷，这消息就该快到咱们这儿。我这就去。范闲回到住处，再无外出，毫无动作。他住哪儿啊？抱月楼。就是京都的青楼。对，京都青楼的江南分号。孩儿从来都没有去过，只是道听途说。看来小范大人正气凛然的，也逃不过酒色财气。我还以为他会大张旗鼓地查这场火呢。这把大火，前前后后烧的是干干净净，就是查，他也无从下手啊。
我看他可不好骗。猜疑肯定是会有的，不过于情于理，咱们完全没有必要冒着毁家灭族的风险点这把火，没有动机，自然就不会怀疑到明家。这不可能，这要是被查到，全族的脑袋都得掉光。那明家也不是傻子呀，师兄。怎么就不可能？才能通神啊，殿下！可这跟点火有什么关系吗，师兄？我执黑子。为什么你执黑子啊，殿下？啊，因为是殿下。那行，拆迁吧。我还是觉得那场火它就是个意外。可我就觉得是明家放的火，明家暗中染指三大房多年，老师奉旨接手，明家必定不愿呀。可老师已经到了江南，这三大房交了还是烧了，他都不属于明家了，他为什么还要铤而走险？这可是杀头的罪啊！若是库房早就被明家一点点搬空了，是不是就说得通了？老师，我明白了，这场火是明家故意做给世人看的，他们想转移三大房，然后独吞这些财富。哎，人能为财富贪婪至此，还闹出那么多条人命来，他不怕欠过律法的吗？那可是江南名家，你怎么把人想的那么坏呀？他都不是我把人想的这么坏，殿下，是人为财死，人性就是这样啊！空口无凭，我不信，有这样的事儿吗？有。殿下有所不知，我就是这样。我的家，史家镇，就是这么被烧没的。府衙送来的报灾文书上说，天干物燥，意外起火，一镇子的人的殿下全死了。他们不会跑吗？然而他们就用意外草草结案了。我不相信。您觉得呢？您觉得是意外，还是人为？对不住啊，师兄，我不知道，抱歉，戳到你痛处了。你不明白的事情有很多，才能通神，也能使人不再被人。谢必安那边怎么样？谢必安那边也没有怀疑，毕竟这些年来外界一直传闻，我们母子为了家主之位争斗不休。可实际上啊，我们是母慈子孝。长公主也不会想到，此次我们母子联手，布下如此大局。火场可别出纰漏。您放心吧，即便是查，也会把真凶引向李云瑞那边。毕竟啊，大人物的争斗，有谁会把我们这些商贾之流真正放在心上呢？人人都说，千里之堤，毁于蚁穴。可又有谁真正的会去看那些蚂蚁呢？再过几日，调度大船，都已经准备好了。可这几日风声太紧，不敢妄动。等一切都结束了，饭前回京，我就调度大船，把库房和工人运出海。小心人祸。买通了2个主事的，他们以为这个大局是李云瑞安排的。工人也都很听话，但一切出了海，就尘埃落定了。哼，看来你是越来越不需要我了，自己全都安排好了。
都是母亲教的好，哪有孩儿半点功劳？哎呀，我这腿呀，越来越拐不了弯儿了。哎，看来我就是个废人。母亲何故自称废人呢？哎，孩儿悲你。你这家主越当越稳了。没有母亲提点，家主只是个虚名。你们觉得江南最大的麻烦是什么呢？宁家不算。长公主和二殿下，其实也不算。还能是谁啊？有的时候麻烦可以不是指一个人，而是人性。江南这么多年啊，明家一家独大，其余商贾再无起色。明家是富了，但是各县穷困潦倒的却越来越多。所以应该换掉明家呀。换谁都一样，过几年又是新的明家。我这次南下，听的一句话，没了明家也有别家，三大房就是个聚宝盆，谁守着它，谁就是下一个名家。所以说，三大房姓甚名谁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它的本质。什么本质？三大房里边有天下最赚钱的工艺传承，这我知道。玻璃、制糖、织棉、香水，多了去了，样样都是不传之秘。我想放出去。什么放出去？三大房所有不传之秘，我都放出去。放去哪儿啊？放于天下商铺，技术共享。哦，卖出天价，填补库债。是要收费，但不是为了库债。我也没想过要卖天价。所有的工艺分别厘定数目，享用的商家费用1年一交，细水长流，这就叫做知识产权。可这么一来，内库所有独占的秘密就都没有了。可这样一来，天下众生就有了希望。可内库是皇家的呀，天下万民不也是皇家的吗？这说的好像也对啊。我选知识产权这条路呢，就是觉得真正的财富不该是一家一户，也不是什么皇家商铺，而是天下共进，藏富于民。这条路若是走成了，或许能让那些不被重视的性命多少有些分量。老师，这条藏富于民的路，父皇知道吗？先把事儿办成，再回京都交差。老师，我觉得还是先请旨。这种事情先斩后奏，我怕父皇他雷霆之怒。要做成事儿啊，就不能瞻前顾后的。